第26课，信仰是不是一种自我洗脑？有一部电影叫《骇客任务》，主角尼欧原本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。有一天，他发现自己生活的一切都可能是个谎言。原来，他以为真实的世界只是一个由机器设计出来的虚拟空间。你可以想象那种震撼吗？每天喝的咖啡、搭的捷运、上司的责备、朋友的谈笑，全都是假的。真正的世界其实在荧幕之外，而他的大脑只是接收到一连串被编排好的资讯。然后问题来了，我们现在的信仰是不是也可能只是另一场精心设计的洗脑？是因为从小耳濡目染，还是朋友太热心，还是教会气氛很好，让人放松？信仰会不会其实只是一种心理安慰、自我暗示、自我洗脑？这些问题其实许多真诚寻求真理的人都问过。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面对。你可能听过有人这么说，信耶稣的是脑波太弱吧？你就是太需要一个精神寄托。我宁愿相信科学。这些声音在现在的社会并不少见，尤其在知识分子、高学历的圈子，信仰常常被标签为非理性、没证据、只靠感觉。这种观念让很多人不敢公开谈自己的信仰，生怕被贴上容易被洗脑的标签。但信仰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先来厘清一个观念，什么叫洗脑？洗脑通常是这样的一种情境：一、强迫灌输，无法质疑的教条只能接受；二、限制资讯，不能接触别的思想，只能听他们要你听的；三、切断关系，让你跟原来的朋友圈、家人断开，只剩组织；四、制造恐惧，如果不服从，就有严重后果，甚至灾难降临；五、否定思考，你不需要思考，我帮你想好了。现在你回头看看耶稣的教导，有哪一条符合这种洗脑的模式吗？事实上，耶稣在世时最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不是下命令，而是问问题。你们说我是谁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？耶稣从不强迫任何人相信他，甚至多次对人说，你若愿意。连他最亲近的门徒最后也都经历挣扎、怀疑、背叛，再到重新认识他。真正的信仰不是压制思想，而是邀请你思考。很多人会以为你信耶稣是因为你有经验、有感动，我没感觉就不需要。但信仰不只是有感觉，更是建立在历史上的事实。耶稣的生平、死亡与复活，真理的逻辑、罪的解释、人性的破碎、救恩的合理性、生命的经历，数百万人因为这信仰改变了人生。而最有趣的是，信仰不是叫你关掉理性，而是邀请你用更深的理性来思考。就像 C.S. 路易斯，牛津大学的文学教授，一开始是无神论者，他认为基督信仰是迷信，是情感软弱者的避难所。但后来他认真研究后说，我相信基督就像我相信太阳升起一样，不只是因为我看见他，而是因为借着他，我看清了一切。有人说，信耶稣太简单了吧，只要说我信，那不就是一种信念的操控？但其实信耶稣不简单，因为他挑战你真正的面对你自己。他问的不只是
你要不要信我，而是你愿不愿意承认你其实不是世界的中心，你愿不愿意相信有一位创造你、爱你，却也会纠正你的神，你愿不愿意不再靠自己定义人生的价值，而交给他来引导。这不是情感操作，也不是心理安慰，而是一场灵魂的觉醒。信仰不是洗脑，是开眼。你知道吗？圣经形容人未信主的状态，不是被洗脑，而是眼睛被蒙蔽。而当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洗你的脑，而是让你看见自己的有限，看见这世界的破碎，也看见那位从未放弃你的神。信仰不是一个让你变成别人的复制品的机制，而是让你成为真正的你。你会在信仰里失去那些不属于你的人设、假装、包袱，然后找到自己被造的真正样子。结语：如果你愿意继续思考这些问题，那你就已经在信仰的门口了，不是被推进去，而是被邀请。因为耶稣不洗脑，他所爱的每一个人，他要你自由的、真实的、醒着的选择相信他。